如果有一天，天空突然亮起一道比太阳还强的光，你觉得那是什么？流星、极光，还是某种天文奇观？很多人以为宇宙只是安静又浪漫的星空，但真相可能完全相反。宇宙其实是一座随时可能爆炸、撕裂、吞噬一切的巨大战场。你以为黑洞已经够恐怖了？那它在今天的榜单里可能都不一定能排第一。今天就带你看看宇宙中最恐怖的10种天文现象。记得先点个赞，再订阅频道。我们马上开始，一层一层揭开宇宙最恐怖的真面目。第10名，太阳耀斑。很多人每天看到太阳升起，会觉得它只是天空里一颗稳定又温暖的恒星，但实际上，太阳表面随时都在上演巨大的能量爆发。其中最猛烈的一种现象就是太阳耀斑。简单来说，当太阳表面的磁场线不断扭曲、缠绕，最后突然断裂时，就会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出极其恐怖的能量。一次大型太阳耀斑爆发释放的能量，甚至相当于几十亿颗核弹同时爆炸。更惊人的是，这种爆发往往还会伴随着一种叫做日冕物质抛射的现象。大量带电等离子体会以每秒几百到几千公里的速度冲向太空，如果刚好朝地球方向飞来，几天之内就可能撞上我们的磁场。到那时候，地球的天空可能会出现异常强烈的极光，看起来很壮观，但背后的影响却一点也不浪漫。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干扰甚至摧毁卫星系统，让 GPS 导航失灵，航空通讯中断，大型电网被感应电流烧毁。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就是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当时太阳耀斑产生的能量冲击地球，全球电报系统几乎全部失控，有的电报机甚至直接起火，操作员被电流击伤，而天空中的极光亮到连赤道附近都能看到。科学家推测，如果今天发生同等级的太阳超级风暴，现代社会依赖的卫星、互联网、导航、电力系统都会遭受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万亿美元。换句话说，我们头顶这颗看似温和的太阳，其实是一颗随时可能发脾气的恒星，而一旦它真的爆发，人类文明的高科技世界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迫按下暂停键。第9名，中子星碰撞。如果说宇宙里有什么东西密度夸张到离谱，那中子星绝对排得上前几名。它诞生在一颗巨大恒星死亡之后，当恒星核心坍缩到极限，原子结构被完全压碎，电子和质子挤在一起变成中子，于是就形成了一颗直径只有大约20公里，却拥有接近太阳质量的天体。听起来像科幻，但这是真实存在的宇宙怪物。中子星的密度高到什么程度？科学家估算，一茶匙中子星物质的重量大约可以达到10亿吨以上，几乎相当于一座大型山脉的重量被压缩在一个小勺子里。想象一下，如果2颗这样的天体在宇宙中互相绕转，距离越来越近，最后撞在一起，会发生什么？答案是宇宙级的大爆炸。中子星碰撞也被称为千星星爆发 Kilonova。 当碰撞发生的那一刻，巨大的引力会把周围的物质瞬间撕裂，释放出极其强烈的伽马射线，同时喷射出接近光速的高能物质流。这种爆发在短短几秒钟内释放的能量，甚至可能超过太阳在几十万年里释放的能量总和。更神奇的是，科学家认为宇宙中许多贵金属，比如黄金和铂金，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极端碰撞中诞生的。换句话说，你手上的一枚金戒指，原材料很可能来自几十亿年前2颗中子星的毁灭性相撞。人类第一次真正确认这种事件是在2017年，当时全球多个天文台同时观测到一次中子星合并事件，代号 GW170817。它不仅释放出强烈的光信号，还产生了引力波，让人类第一次同时看到和听到宇宙中的碰撞。可以说，在浩瀚宇宙里，这种碰撞就像2颗超高密度炮弹正面相撞，瞬间释放的能量和冲击，足以让整个星系都为之震动。第8名，宇宙伽马射线暴。如果宇宙要选一种最暴力的爆炸，很多天文学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伽马射线暴。这种现象的能量规模
几乎可以说是宇宙级的毁灭事件。伽马射线暴通常发生在一颗巨大恒星死亡的瞬间，当恒星核心坍缩形成黑洞时，周围的物质被疯狂吸入，同时沿着恒星自转轴方向喷出2道极其狭窄但能量恐怖的高能射线束。这2道射线几乎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冲向宇宙深处，而它们释放的能量之大，让人很难用日常概念去想象。科学家估算，一次强烈的伽马射线暴在短短几秒到几十秒之间释放出的能量，可能相当于太阳整个一生释放的能量总和。也正因为如此，它被认为是宇宙中最强大的爆发现象之一。幸运的是，大多数伽马射线暴都发生在遥远的星系里，对地球没有影响。但如果有一天在银河系内部出现一场伽马射线暴，而且喷射方向刚好对准地球，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强烈的高能辐射可能会在极短时间内破坏地球大气层中的臭氧层，使地表直接暴露在致命紫外线之下，海洋生态系统首先崩溃，陆地生物也会受到巨大冲击。一些科学家甚至提出假设，地球历史上的某些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可能与遥远的伽马射线暴有关。换句话说，在宇宙深处可能正不断上演着这种短暂却极端的爆炸，只不过距离太远，我们只看到一瞬间的闪光，却不知道那背后其实是一颗巨大恒星的彻底毁灭。第7名，黑洞潮汐撕裂。你以为掉进黑洞只是被吞掉这么简单吗？其实在真正掉进去之前，可能早就经历了一场宇宙级的粉碎过程。这种现象叫做黑洞潮汐撕裂事件。当一颗恒星在宇宙中漂流时，如果不小心靠近黑洞，它就会进入黑洞的强大引力范围。黑洞最恐怖的地方不只是引力大，而是引力超极端夸张，靠近黑洞的一侧受到的引力比远离黑洞的一侧强得多，于是整颗恒星就会被这种差异力量一点一点拉长。原本圆滚滚的恒星会像被拉开的橡皮糖一样慢慢变形，越靠近黑洞越夸张，最后甚至被拉成一条极细极长的面条。当恒星被拉到极限时，它的外层物质会被彻底撕裂，形成一道高速旋转的炽热气体流。这些物质围绕黑洞形成巨大的吸积盘，温度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度，并释放出强烈的 X 射线和紫外辐射。整个过程释放的能量极其惊人，甚至可以让一颗原本看不见的黑洞在宇宙中突然亮起来。天文学家往往就是通过这种突然出现的高能辐射，发现远方正在发生潮汐撕裂事件。2018年，天文学家就观测到一次著名的潮汐撕裂事件，编号 AT2018HYZ。一颗恒星在靠近黑洞后被彻底撕碎，释放的能量持续了好几个月。换句话说，在宇宙深处，黑洞不仅是吞噬者，更像一台无情的宇宙粉碎机。一旦任何恒星或行星误入它的引力陷阱，就会被慢慢拉长、撕裂、吞噬，最后连一丝完整的结构都不会留下。第6名，类星体喷流。在宇宙里，有一种天体看起来像普通恒星，但亮度却比整个星系还耀眼，它们被称为类星体。名字听起来很温和，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宇宙中最狂暴的天体之一。类星体的核心通常隐藏着一颗超大质量黑洞，质量可能是太阳的几百万到几十亿倍。当大量气体、尘埃甚至整颗恒星被黑洞吸引时，它们不会立刻掉进去，而是先在黑洞周围形成一个高速旋转的吸积盘。这个吸积盘里的物质摩擦加热，温度可以达到数百万度，释放出极其耀眼的能量，让整个星系中心亮得像宇宙灯塔一样。但真正恐怖的并不是亮度，而是从黑洞两极喷射出来的类星体喷流。这些喷流由极高能量的粒子组成，速度接近光速，从黑洞两极被猛烈喷出，像2把贯穿宇宙的能量长矛。喷流的长度可以达到几十万光年，甚至比整个银河系的直径还要长。当这些粒子流穿过星际空间时，会持续释放强烈的射电波、X 射线甚至伽马射线，成为宇宙中最亮的能量喷泉之一。科学家通过射电望远镜观测发现，一些类星体喷流甚至可以穿透整个星系，直接影响周围数百万光年的空间环境。如果一颗行星系统不幸位于喷流路径上，
那基本等同于被一条接近光速的高能粒子洪流正面扫过。强烈辐射会在极短时间内摧毁行星大气层，任何生命几乎都没有存活的可能。换句话说，在宇宙深处，某些星系中心其实一直在喷射着这种接近光速的能量洪流，它们像宇宙中的巨大喷枪，持续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把能量抛向宇宙深处。和这种尺度相比，人类文明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而整个银河系也不过是这场宇宙能量风暴里的一个普通旁观者。第5名，磁星爆发。如果说宇宙里有什么东西的磁场强到离谱，那答案几乎只有一个：磁星。磁星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中子星，但它的磁场强度已经夸张到接近物理极限。普通地球磁场大约只有 0.5 高斯，而磁星的磁场强度可以达到1万亿到1000万亿高斯，强度大约是地球磁场的上万亿倍。这个数字听起来很抽象，但如果真的有一颗磁星靠近地球，人类会立刻明白它有多恐怖。科学家估算，如果一颗磁星出现在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一半，也就是大约20万公里的位置，它强大的磁场甚至可能直接扭曲人体里的原子结构，把分子里的电子轨道拉变形。换句话说，人类的身体结构都会被磁场改变。更可怕的是，磁星的磁场并不是一直稳定的。当磁场压力不断积累时，磁星的表面会像地壳一样发生剧烈断裂，这种现象被称为星震。当星震发生时，磁场会突然释放巨量能量，形成一种极端的爆发——磁星耀斑。这种爆发释放出的伽马射线与 X 射线能量非常惊人。2004年，天文学家观测到一次来自磁星 SGR 1806-2时的巨大爆发。这次爆发距离地球大约5万光年，但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释放的能量仍然在一瞬间影响了地球的高层大气层，并让多颗卫星的仪器产生异常。科学家估计，如果同样级别的磁星爆发发生在距离地球几千光年以内，强烈的伽马射线很可能会破坏地球臭氧层，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换句话说，磁星就像宇宙里一颗被压缩到极限的能量炸弹，它表面看起来只是一个直径几十公里的小小天体，但内部却储存着宇宙中最极端的磁能。一旦这种能量突然释放，就会像一场横扫宇宙的辐射风暴，把附近的空间变成一片充满高能粒子的危险区域。相比之下，地球上最强的核爆炸，在这种宇宙级磁场风暴面前，几乎连火花都算不上。第4名，超新星爆发。在宇宙里，有一种死亡方式不只是结束，而是一场震动整个星系的巨大爆炸，这就是超新星爆发。当一颗质量是太阳8倍以上的巨大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它内部的核聚变反应会逐渐停止，核心失去能量支撑后，在自身引力作用下瞬间坍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可以说是宇宙级的爆炸，恒星核心在极短时间内被压缩成中子星甚至黑洞，而外层物质则被猛烈抛射出去，形成一场亮度极端惊人的爆发。这一瞬间，原本一颗普通恒星的亮度会突然暴增到超过整个星系所有恒星加起来的总亮度。换句话说，一颗恒星在死亡的几天时间里，甚至可以比拥有上千亿颗恒星的银河系还要耀眼。这种爆炸释放的能量大约相当于110亿颗核弹同时爆炸，冲击波会以每秒几千到上万公里的速度向外扩散，把恒星外壳彻底撕碎，抛向宇宙深处。我们今天在夜空中看到的许多美丽星云，其实就是远古超新星留下的残骸。例如著名的蟹状星云，就是1000年前一颗恒星爆炸后的遗迹，当年甚至被中国宋代天文学家记录为克星，白天都能看见。更神奇的是，人类身体里的许多元素其实都来自这种宇宙爆炸。铁、钙、氧这些构成生命的重要元素，大多数都是在超新星爆炸的极端高温和高压环境中诞生的。换句话说，我们身体里的原子某种意义上都是来自几十亿年前一颗恒星的死亡。科学家甚至有一句很浪漫但又很真实的话：人类其实是由星辰组成的。不过，如果一颗超新星在距离地球太近的地方爆发，那就一点也不浪漫了。
科学家估计，如果有超新星在30光年以内爆发，强烈的伽马射线和宇宙射线可能会破坏地球大气层，对生命造成毁灭性打击。幸运的是，目前已知最有可能发生超新星爆发的恒星，例如猎户座的参宿4，距离地球大约600多光年，即使真的爆炸，也只会成为夜空中最壮观的天文景象，而不会对地球造成威胁。也就是说，在宇宙的尺度里，一颗恒星的死亡并不是安静熄灭，而是一次足以照亮整个星系的终极谢幕。第3名，黑洞合并。如果说黑洞已经是宇宙中最可怕的天体之一，那么当2颗黑洞彼此靠近并最终合并时，发生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极端。这种事件被称为黑洞合并，它几乎是宇宙中最猛烈的能量释放之一。想象一下，2颗质量是太阳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黑洞，在宇宙中互相绕转，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轨道越来越近，速度越来越快，最后进入一种疯狂的旋转状态。到了最后几秒钟，它们的旋转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接近光速的一半。2个黑洞像宇宙里的巨大陀螺一样高速旋转，然后突然撞在一起，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黑洞。在这个过程中，最惊人的并不是光，而是引力波。当如此巨大的质量在宇宙中剧烈运动时，会像石头丢进水面一样，在时空中产生波纹，这些波纹就是引力波。黑洞合并时释放的引力波能量极其恐怖，在短短几秒钟内释放的能量，甚至相当于3个太阳的质量完全转化为能量。这是一种人类很难想象的规模，因为按照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哪怕一小部分质量转化为能量，都足以毁灭一颗行星，而这里消失的质量却是整整3个太阳。人类第一次真正观测到这种宇宙级事件，是在2015年9月。当时美国的 LIGO 引力波探测器捕捉到了一段非常微弱却极其重要的信号，这段信号来自13亿光年之外2颗黑洞合并时产生的引力波。这个发现震动了整个天文学界，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直接观测到时空本身的震动，也让爱因斯坦100年前提出的理论被再次验证。换句话说，在宇宙深处，可能正不断上演着这种壮观又恐怖的事件。2颗看不见的黑洞在黑暗中旋转靠近，最终融合成更大的黑洞，同时向整个宇宙释放出巨大的时空波动。我们虽然看不见这一瞬间的爆炸，但通过引力波，人类终于第一次听见了宇宙深处的巨大碰撞声。第2名，银河系碰撞。很多人抬头看星空时，会觉得银河系像一条安静的星河，但其实在宇宙尺度上，星系之间并不是永远和平共处的。事实上，星系碰撞在宇宙里相当常见，而更惊人的事情是，我们的银河系未来也注定要经历一次巨大的碰撞。大约40亿年后，银河系将会与邻居仙女座星系正面相遇。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擦肩而过，而是一场持续数十亿年的星系合并。仙女座星系目前正以大约每秒110公里的速度朝银河系靠近，距离大约250万光年。听起来很远，但在宇宙时间尺度里，这已经是一场正在倒计时的巨大事件。当2大星系真正接触时，场面会非常壮观。数千亿颗恒星的轨道会被彻底改变，巨大的引力会把星系结构拉扯成奇怪的形状，长长的恒星潮汐尾巴会被甩向宇宙深处，看起来就像2团旋转的星云正在慢慢融合。不过有趣的是，虽然听起来像撞击，但真正的恒星直接相撞其实非常罕见，因为恒星之间的距离极其遥远，大多数恒星都会从彼此之间擦身而过。但即使如此，这种规模的引力扰动仍然会彻底改变整个银河系的结构。科学家通过模拟发现，最终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很可能会融合成一座全新的巨大椭圆星系，有人甚至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Milkomeda。 在这个过程中，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也可能会彼此靠近，最终发生黑洞合并，释放出强烈的引力波。与此同时，大量气体被压缩，可能会触发一波新的恒星诞生潮，让整个新星系在宇宙中短暂变得更加明亮。至于太阳系的命运，目前科学家认为它有几种可能：被抛到银河系更外侧的轨道，进入新的星系结构，
甚至被引力弹射到星系边缘。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人类如果那时还存在，看到的夜空都将完全不同。原本熟悉的星空结构会被重新排列，一座新的巨大星系将在宇宙中诞生。第一名，宇宙真空衰变。前面那些宇宙灾难已经够可怕了，对吧？黑洞吞噬、恒星爆炸、星系碰撞，每一种都足以毁灭行星，甚至整个星系。但如果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比较，很多物理学家会告诉你，有一种理论中的宇宙灾难，比它们全部加起来还要恐怖，那就是宇宙真空衰变。听起来有点抽象，但背后的概念其实非常震撼。在现代物理学里，所谓的真空并不是完全什么都没有的空间，而是一种充满量子场能量的状态。科学家发现，我们宇宙目前所处的真空状态很可能并不是最稳定的最低能量状态，而只是一个暂时稳定的假真空。换句话说，整个宇宙就像一颗放在山坡上的球，看起来暂时停在那里，但其实并不是最低点。只要某个地方发生量子波动，这颗球就可能突然滚向真正的最低能量状态。如果这种转变真的发生，就会产生一种极端现象——真空衰变泡泡。这个泡泡一旦形成，就会以接近光速向四周扩张。最可怕的是，这不是普通的爆炸，而是宇宙规则本身被重新协助。泡泡内部的物理常数可能完全不同，电子质量改变，原子结构无法存在，化学反应失效，甚至光速都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当这个泡泡经过某个地方时，那里的原子、分子、恒星、行星，甚至空间本身的物理规律都会瞬间被改变。而且有一个更恐怖的细节，我们几乎不可能提前发现它，因为泡泡扩张速度接近光速，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到达我们的位置了。换句话说，如果宇宙某个角落在此刻发生了真空衰变，人类甚至不会有任何预警，没有爆炸声，没有倒计时，没有避难所，下一瞬间，整个宇宙的规则就可能彻底改变。当然，目前这仍然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根据现有物理模型，这种事件即使存在，也可能需要远远超过宇宙当前年龄的时间才会发生。但即便如此，这个理论依然让很多物理学家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也许整个宇宙的稳定其实只是暂时的平衡。换句话说，我们所熟悉的一切，星系、恒星、地球，甚至生命本身，都可能只是宇宙某个阶段里的短暂结构。所以，如果要问宇宙里最恐怖的现象是什么，也许答案不是某个黑洞，也不是某次爆炸，而是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一旦发生就会瞬间改变整个宇宙命运的事件。宇宙有多安静，人类看到的星空就有多浪漫。但如果把视角再拉远一点，你会发现，那些闪烁的星光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场规模惊人的宇宙事件。有时候想一想，其实挺不可思议的。地球距离太阳刚好合适，银河系目前也处在相对稳定的区域，周围没有即将爆发的超新星，也没有伽马射线暴正对着我们。人类能在这个宇宙里安安稳稳发展文明，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幸运。但也正因为宇宙充满未知，我们才会不断仰望星空。每一次新的观测，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可能改变人类对宇宙的理解。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发现更加惊人的天文现象，也可能揭开更多宇宙背后的秘密。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探索宇宙奥秘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频道，让更多人一起加入这趟宇宙探索之旅。毕竟，在浩瀚宇宙面前，人类知道的其实还只是冰山一角罢了。我们下期见。